给你新资讯，给你新视角，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。各位帝皇子民、混沌一端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频道。如果你是全军破敌系列的死忠玩家，你一定能感受到过去这2年 ，Creative Assembly，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CA， 经历了一段相当痛苦的阵痛期。从中古战锤3的多个 DLC 的定价过高与拖延争议，到法老的销量惨淡 ，CA 一度失去了社群的信任。但最近，他们似乎真的痛定思痛了。就在几天前 ，CA 举办了一场名为 Community Inbox Spring 2026的特别直播。这不是一般的游戏火力展示，而是由全军破敌系列的副总裁亲上火线，直接面对玩家的尖锐问题。这场1小时的访谈直播含金量极高，它不仅透露了中古战锤3、中世纪3和战锤 40K 等等 CA 目前在线及未来即将发售的大作的具体进展，更揭露了 CA 在游戏引擎与开发架构上的重大革命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拆解这场直播的重点，看看 CA 到底为我们画了一张多大的蓝图。提醒第一次来到本频道的好友们，如果你喜欢本频道介绍的游戏主题，或你是发誓要对帝皇效忠的战锤粉丝，都别忘记现在就去按下订阅频道的按钮。而如果有余裕，愿意协助本频道成长的好朋友们，也能加入最低1个月只要25元的频道会员。除了享有福利，还能让频道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目前 CA 的金鸡母全军破敌战锤3。在直播中，副总裁坦诚了过去的决策失误，并宣布了一项重大的 DLC 模式改变——角色包 Character Packs 的诞生。为什么要改变？因为 CA 发现中古战锤的世界观里还有太多玩家想要的东西，但这些内容的深度可能不足以撑起一个传统的庞大的阵营包。与其硬凑内容，不如把规模缩小，加快更新频率，让玩家能精准购买自己想要的角色。而这个新模式的第一个重头戏，副总裁在直播中亲口确认了，那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古人 Tiger Man。这个于原作设定中属于边缘设定的物种，终于要在游戏中正式登场了。这证明了 CA 与 Games Workshop 的合作依然紧密，且愿意挖掘更多冷门但极具魅力的设定。除此之外，针对压轴大戏中焉之时 End Times， 副总裁表示开发非常顺利，目前的进度是部分传奇领主已经进入了可游玩的状态。团队正在进行反复的测试与打磨，他们深知中焉之时对战锤粉丝的意义，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承诺绝对会在内容完善后才推出。而在系统更新方面，许多玩家关心的工程站beta测试以及 AI 过于被动的问题，官方也没有逃避。虽然因为资源排程的问题，工程站重新制作的时间被往后延了，但这证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微调，而是底层逻辑的重新设计。这点对于提升战锤3的后期游戏体验至关重要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这次直播中，我认为对整个全军破敌系列未来影响最深远的部分——中世纪3以及全新的游戏引擎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中世纪3还在这么早期的预制阶段就迫不及待地向大众公开？副总裁给出了一个非常真诚的答案：期望值管理。这是一群由极度热爱中世纪历史，甚至拥有博士学位的硬核开发者所组成的团队。他们太清楚玩家等这款游戏等了超过10年，提早公开是为了让社群参与开发，确保最终的成品不会偏离玩家的想象。但更震撼的产业消息是 ，CA 终于决定解决他们长年以来的技术债。过去的 Total War 游戏开发采用的是分支引擎模式。简单来说，他们拿一个引擎做出一款游戏后，如果要做下一款，就会把这个引擎复制一份拿去改。这导致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：你在战锤3看到了一个很棒的系统，例如多人合作战役的机制，但因为法老是基于战锤2引擎的分支开发的，所以法老里面就没有这个系统。团队之间的技术根本无法互通。为了解决这个痛点，副总裁宣布他们打造了全新的 Total War Next 引擎。从现在开始，未来所有的 Total War 游戏都将基于这个单一的共用引擎来开发。这代表未来任何一款游戏开发出的优秀机制，都可以无缝继承到下一款游戏中。这不仅能大幅降低 CA 的开发成本与出错时间，对于我们玩家来说，再也不用忍受新作缺乏就做基础功能的痛苦了。有了新引擎的加持，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开发中的大作，那就是最多玩家最期待的全军破敌战锤 40K。副总裁本人就是个资深的 40K 粉丝，他甚至放话在游戏发售前不剪头发也不刮胡子来展现决心。在直播中，他提到了最近在工作室内进行的试玩，并特别分享了一个名为环境单位 Ambient Units 的测试功能。当玩家在入战斗时，战场上可能已经有其他势力正在交火，整个世界看起来更加生动、残酷且写实。不过，面对社群最在意的问题，40K 会有及时的太空舰队战吗？副总裁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、
甚至可能让部分玩家稍微失望，但绝对是正确的答案。他说，太空战是我们想要的，但在发售初期可能不会有。从游戏设计的角度来看，老玩家们或许也能勉强认同这个决策。Total War 的核心灵魂永远是宏大的地面战术指挥。如果 CA 在还没把星际战士的冲锋、爆弹枪的打击感，以及庞大地形的掩体系统做好的情况下，就分心去搞一套完全不同的太空 3D 战斗系统，那应该会是一场灾难。副总裁强调，如果游戏基础不够好玩，附加的东西就毫无意义。他们目前的重心是确保这款游戏玩起来有大家期待的 40K 氛围，同时保有 Total War 的核心乐趣。好消息是，我们不需要等太久，官方预计在今年初夏，大约在6、7月左右的游戏发表季，就会公开战锤 40K 的战役地图情报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除了展望未来 ，CA 这次也难得的回头看了看过去。副总裁在直播中分享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：CA 经典旧作包含了罗马2、幕府将军2、阿提拉、三国等的每个月游玩玩家总和，几乎与目前战锤3的活跃玩家一样多。尤其是中世纪2，现在的游玩人数甚至比当年刚发售时还要多。著名的魔戒大型帽更是居功厥伟。既然有这么庞大的玩家基数 ，CA 知道放任这些游戏自生自灭是非常可惜的。副总裁表示，他们正在积极讨论如何让这些旧作适应未来的硬体。具体来说，这包含了修复常年未解的 bug， 例如阿提拉长期遭人诟病的效能优化，三国因为让人遗憾的断更而迟迟无法解决的一些遗留问题，甚至不排除加入小型的新内容来活化游戏。同时，他们也计划将最新开发的 mod 管理器逐步更新到这些旧作当中，让 mod 社群能更方便的创作与分享。当然，副总裁也强调这牵涉到公司内部的资源分配，目前还在筹措资金与规划的阶段，但官方已经将这件事排进了行程。这对于喜爱历史线老作品的玩家来说，绝对是一剂强心针。总结来说，这次的 Community Inbox 直播展现了一个经历过挫折后，愿意放下身段，与玩家站在同一阵线的 Creative Assembly。从战锤3 DLC 策略的灵活调整，导入 Total War Next 新引擎的破釜沉舟，战锤40K脚踏实地的开发原则，到不遗忘就做老玩家的承诺。CA 正在努力证明，他们有能力也有诚意，带领全军破敌系列走向下一个黄金10年。不知道大家对于 CA 这次公布的未来蓝图有什么看法？你是更期待中世纪3的写实历史，还是战锤 40K 的残酷宇宙？又或者你跟我一样，对于中古战锤3的虎人之登场感到兴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我有制作更多关于战锤 40K 相关游戏的介绍影片，请直接点击荧幕上的链接前往观看，以免错过更多细节。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之后将登场的破晓之战4阵营介绍及 CA 的全军破敌 40K 情报。我们下次见。